很大一个载称。所以这个就是应该是，可除了这个以外，我想中国可以更开放的，可以更往更多的发展中的国家的人才进入中国，要理解中国还有对我所发展中的国家也不包括洛杉矶，因为就是我们可以说请他们过来也要理解这是这么中国的历史。我想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全球一个很大一个机会。So, ask question in English or Chinese? 那就用中文来问一个 ，OK？ 我想说，就是今天题目是 AI， 对吧 ？Age of AI. My question is, you mentioned that the China one very important advantage of China is that it's the talent, the human resource, right? So as long as the direction enough talent, enough human resource to push, toward the goal. But with AI, now AI may replace a lot of those talents, right? So let's say we may develop some AI agents which can do all those things other AI, the human talents can do. So in that sense, in the age of AI, will this largest disappear? Right? So that's what your view on AI 时代的就是可以替代我们中国的人才，还是一个优势。所以我回答感觉 AI 不是替代我们 ，AI 要放大我们的，就是提高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李开复以前说了，就是让我们做更真正的人，因为他 AI 来做所有的那个杂事了，他来做了，所以我来做就是只有真的事，就是我们来做了。所以回答的是，我想反对这个语气的，就是 AI 给中国更多的优势对 AI 更接受了，他们可以用了。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中国人，他说我反对 AI。原因要开放的。我理解很多的美国人也反对 AI， 所以这个可能是对中国还有很大一个优势还有就是当然了，我相信是亚洲的一个特点是亚洲人就是比较原因性，还有就是非洲人也很原因性，非洲人就是基础设施的问题所以还没有肯定来用的。所以这个我想就是提高我们的核心的竞争的能力可是我也害怕一个事情，就是 AI 就是跟电力一样的，我就是 I own electricity， 不是我的电力也不是我的 AI， 对，这就是一个公共的一个人要需要的。所以这个我第三个，我觉得中国的真正的一个竞争的优势就是他们的监管模式，监管模式比较有信心控制我们的 AI， 怎么利用我们的 AI。我害怕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个能力美国肯定没有欧洲不确定。是这个真正的中国的监管模式对 AI 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看一下，如果对真正的老百姓有好处，我们可以理解。可是有个担忧OK then马云是弟弟这个我applaud， 我支持这样的，因为需要这个可能这个技术对我们每个人有个影响，所以如果你又是负责这个老百姓的经济老百姓的生活了，就是你代表他们，当然你说，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优势。你好，我应该叫花老师，还有冯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我看到今天是 AI 时代冒险精神和个体丰容，我记得刚才讨论的时候，我就在想，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有2个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和张文教授有一场公开的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辩论。那这一场关于产业政策辩论，在今天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大的是从上层往下的一个产业政策的导向引导的。比如说，我们10年内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其实是政府的一个政策的大力的一个支持的过程。
包括今天我们探讨 AI 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从各个领域来说，政府层面已经大面积推出了相关的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些产业规划。比如说我们教育领域当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前2天在杭州刚刚召开的这个数字教育的世界大会，所以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一种就是因为当然因为您谈到这个冒险精神，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冒险精神和个体赋能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对应的主体，比如这个冒险精神，你对应的是国家层面的还是个人层面的？张文英教授他主张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市场，我们现在要走市场经济，他主张的就是我们需要让市场这些企业家的精神比如说再加一个问题就是精神和这个个体赋能之间你怎么看？谢谢。我觉得至少从我这角度啊，我觉得有2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所谓政府层面，还一个层面呢是所谓的个体层面，个体包括人，包括企业啊。华总讲的中国的优势，说这个管制的优势，其实我们在中国长大，在中国有时候这种优势，你反而有时候会有偏负面的看法，对吧？可是呢，如果你稍稍跳出来，有一个更类似于准上帝视角来看，其实某些管制它对整个发展、对总体的不浪费是有帮助的，它不干坏事，甚至如果说遵从某些边界、遵从某些原则，它总体，特别是在一个快速变化中，如果没有一个掌舵的，没有一个设定战略，有可能产生的破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特别是在 AI 这种我们之前没见过的东西呼啸而来的时候，也是为什么在麦肯锡呢，我们强调战略。好些东西，那强调战略意味着你可以抓住战略做违规，你有战略意识，你定方向，你定何处竞争，如何竞争，何时竞争。那你想想，如果说没有这么一个方向，就可能会出现浪费，就可能出现严重的错误。我最近刚才在讲三国，正好是大概60年历史。那三国的大方向就是曹魏非常强大，天下占了80%，另外孙吴占10%，孙吴加蜀汉加起来也就人家的20%、30%，也就这么一个规模。好了，这是一个大事。那大的战略只有孙吴联合去对抗曹魏，这是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那就是浪费，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想强调战略的重要性，因为战略重要，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快速变化的技术来临的时候，那战略重要也就意味着重要的。好了，那从个人层面来讲呢，我自己觉得应该个体公司个人应该采取一个拥抱的态度，你躲不开，并不是说你反对、你不要、你不用，别人就不用，别人就能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不是的。你至少作为一个起点，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要尽量去使。我跟我团队也说得非常清楚，如果你非常有冒险精神，那你作为系统设计师，你用 AI 把整套系统重新设计，你要干的事儿，你重新安排。如冒险精神，你至少要做一个 adapter， 你至少要做一个使用者。别人设计好的 AI 赋能的管理流程，你要明白怎么用，是你要用的比别人更有效率。这是举更具体的例子哈，面对一个管理问题，你能不能先去问 AI，
在 AI 界能添砖加瓦，添砖加瓦，至少保证你不会比 AI 更傻，对吗？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书写的有可能不那么，有可能大半多数刚毕业3、5年的，有可能比 AI 笨的，就在管理上啊，他自己如果完全没有 AI 辅助去想的这些事儿，有可能。那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在 AI 的基础上自己或者被 AI 教育，或者比 AI 基础上再开脑洞再加一点？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是我的想法，就是还是要全面拥抱。当然，如果我们走偏一点，那监管再给我们往回拉一拉。我想，自由发展、万物生长，同时又被良性监控的状态下，我们可以走得更高效。说完了。Good answer. Thank you, boss. 你好，我是个美籍华人，面向个花季美人。首先我是华总，来自洛杉矶，我们有10几年的合作经验了。可能大家不知道，他在国外其实也是非常有威望、非常受尊敬的一个全球化的人士上面。我今天我认可你刚对于咱们华总的一个判断，就是非常的这个什么正面，而他今天所说的一切一套，没有任何别的调整，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点。我知道虽然在正面之后会有一定的影子，我就想了解一下华总，你对于未来有什么 sleep at night， 你担忧的是什么？我没有睡觉那么多，一个也是就是一个担忧了。可是不是为了我对社会的问题啊，我想我有一个担忧了，就是我们的互相交流，因为我想如果我们会有可能性解决问题啊。把交流，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国家对国家，就是人口对人口，社会对社会交流，我是最关键的。还有对疫情的阶段来说，这个交流有停一段了，所以最近我看到了外国人又回来了中国。所以特别是年轻的人，就是除了美国以外的，所以这个可能我有一点的担忧了。为什么这个美国人没回到中国？就是我想这个就是不是中国的问题，就是美国。所以这个我是很成功的，把你自己的工作的中美关系的工作，可以有反对这个趋势。这是提高了我们的互相的交流。这个以外呢，我想的最关键的，当然了，一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这个不应该有担忧啊，因为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啊，不是不确定的，所以没有什么意义啊，要担忧把这个事情啦。真问题啊，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的 resilience， 就是 resilience。韧性，对啊，这个就是问题啊，所以我也有一点点的担忧吧，我的 resilience， 就是我的身体健康性啊，或是我的说是 financial resilience，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啊。可是这个可能就是不应该有担忧了，就应该有一个计划。OK， 我睡觉比较好。我晚上没有什么担忧了，我不可能明天如果我说我睡觉好了，当然我有4、5、6个小时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OK， 可以啊，这个就是从我个人的这最健康性的一个态度。我是华总刚刚认识的
一个朋友，就像再回到刚才那位，你好，我想回到刚才那个先生说的，这个书的名字《冒险精神与个体赋能》，那华老师是不是您认为就是说在中国它缺少这种冒险精神和个体赋能，所以说基于您过去那么多，特别希望在未来中国有更多的冒险精神和这个个体的赋能呢？就是说您把这个书的名字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可不可以多分享一下？名字就是我的名字就是中国的经济的起立式，我想 AI 时代的名字就是这东方读书会的名字。就回答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这个个体的能力啊，我想刚才说的是情感性的能力啊，或是这个创意性变的个体的技能就要提高了。所以啊，如果中国的社会要重视这个，也应该保护好，不是保护好，就是把我们的特别是年轻，可是全球的，就是重视这个技能、这个工作这样的能力，就是我们需要的。那应该有给大家都一个机会，有就是提高他们的情感还是权益的能力。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了，就是对社会有很大一个好处啊。我不知道冯老师。刚才华总的意思就是，中国经济启示录是他起的名字 ，AI 时代的冒险精神和个体赋能是读书会起的名字，但是不用分得这么清楚哈。我自己如果直接回答，冒险精神、个体赋，那简单的说，就是要有一种敢干的精神，不要怕输。就我原来说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就是那不要大不了干不成，只要是风险你可以接受，只要是最后不行的结果你可以接受，就去试一试。其实在我自己4年前，我们就想在失败中可以学，当时还没有 AI， 后来 AI 来了，我们第一个我说别让公司试，我自己试的，因为话说也真是4年前了，就拿 AI 赋能来做个算命，我自己做了一个，没到1周就被举报了，然后举报吧，然后我到后来我们还会再把它拿过来用。通常来讲，战略判断也是一种算命，也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判断。对吧？哎，然后，再举例呢？你说，我们用 AI 做广泛阅读，就是泛读、精读相对的泛读，因为如果我不知道在座的麦西同意不同意啊 ？AI 数没经过训练的人非常长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总结归纳的能力很强，他非常有结构化思维和结构3-1-2-3啊，好了，那对好多书来讲，因为现在我这个年岁，我眼神也不行了，而且大家也都忙，现在阅读习惯可能又没原来好了，读书是个问题了。如何广泛的读书？你听过，比如说听过一本书，就是如果我不来，参加这个对谈，有可能我可能不会那么仔细读这本书，但是，华总写的，我又很感兴趣。过去40年亲历，40年像中国这个经济奇迹，我又很感兴趣，我又没有时间从头读到尾，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出了一个叫破万卷，就是用 AI 来，那 AI 先做一遍，然后我们人工再上一遍，260本书，我们要9.9人民币。那如果没有 AI， 曾经是用自己的一己之力讲了53本书，1年啊，讲死啊，真是讲死。当然那个是相对于精读80万字，
一周要读完，要重新写稿子，要讲。坦率讲，这种事儿我再也干不了了。但是有了这个破万卷之后，时候啊，睡不着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早上洗脸的时候，哎，我听一个10分钟、15分钟听一本书，那你说是不是能他仔细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读，替代不了？但是你说没有用吗？我觉得是有用的，至少我能判断说我想不想再去细读，以及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问点。所以像这种事情，坦率讲，没有 AI 的时候没法做，有了 AI，那有那么一个想法，那我就去弄了，可能花3周4周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事儿干了，开始先踢出去。所以我想说的呢，就是一个字儿干。我说完了，看看这先给一个我们麦肯锡的同事吧，给他一个，待会儿咱们那位同事啊。华总也是我老领导，每一次听讲很多的这些分析，觉得洞察特别深，所以跟 Henry 的这个对话，如果说想在这本书的这个出版的过程里面，给大家 instill some sense of optimism 积极的这个想法我蛮感兴趣。中国人、中国文化在这一个这么多，您刚刚谈到5000年、100多年，1840年以后，或者是说过去的40年，咱们这个文化，中国人的这种特性，你觉得？半年不知道，我期待读这本书。那个当中有没有谈到过在穿越周期，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周期里面，在穿越周期里面，我们应该我们自己的这个 culture 跟人的这个 DNA。谢谢你的问题啊。So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不说的是乐观或是悲观，我想中国的文化就是一个有一些价值，它都很重要，是这个文化的特点，就是包括我想对互相关系的重要性，这个跟不一样了，西方的文化就是一直比较独立性了，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最关键的。我来中国的时候，第一个我都认识我个人的感觉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个人的作用蛮关键的。我对社会好事情可以做了，我有什么角色了，这个就是中国的社会，我想一个特点。所以按照这个来说，就是最危险的是没有社会，所以社会很乱的。所以这个我想就一直要考虑一下，就是你看到你的情况就是乐观不乐观，应该看到你的社会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目的啊？你的团队是怎么样的？是这个可能是核心的标志。所以，然后你把自己的情况来考虑一下，就是我有什么 options 就可以啊。我想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吃苦了。每个人有比较 long suffering，so yeah。不过是当然，这个就是不是一个最有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要发展要开发，需要一些乐观的一些概念。所以这个然后最后回到社会。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要提高能力啊！如果你有机会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社会，应该去。所以我爸爸一直说 their feet 所以中国现在我们有超过3亿多的流动人口，这个人都是要离开了他们的老家。而且我搬到别的地方，因为我要找别的社会。
多花些功夫。我自己如果让我总结，是生物识色，这就是无中生有，从零到一，你能真创造一些现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都没有的东西，并不见得是说发明轮子，有可能是把一些东西组合起来。像例子啊，我们不是打广告，我们卖酒具茶具，其中呢酒具茶具我们都是用titanium， 都是用钛来做的，它又轻又安全又坚固。我们现在在弄工艺，大漆跟钛结合在一起，争取在世界上第一个推出大漆在钛上的这么一个摸上去很舒服、用起很美的这么一种东西。那你说是不是完完全全的革新？不是，但是你说是不是有新意？有。我觉得这种创造很有可能 AI 要做起来很累，花很多 token。这个第二个呢是所谓的孙悟空的悟，一个心字旁一个悟，它其实说白了，你拼算力你拼不过 AI， 但是算法上人有很古怪的地方。你看一眼这个人，有可能他身上的信息通过莫名其妙的东西就到你心里，你觉得 OK， 这个人我想多花时间，这个人我相信或不相信。其实好多类似的东西呢，有一些人独特判断，这些东西多培养。至于怎么培养，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就没法展开。然后生物识呢，其实是吃东西色，人之大欲存焉啊，食色性也。这个识呢是 AI 没法替代你的感官。你说感官享受也好，如果有感官享受，那反过来就能产生工业，就能产生服务，就能产生生意嘛。眼耳鼻舌身意，包括吃东西，包括那 AI 很难替代人。最后一个呢是色，这个色呢大家不要想歪了啊，不是色情，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爱慕、爱恋，甚至厌倦等等那些，跟感觉，我觉得 AI 很难替代。虽然看上去像一句废话，这些也都是跟生意机会有关系的，对吗？如果你能给这个人情绪价值，如果你能够睡好觉，那这些都是有钱可挣的。所以生物识色，我想，大家有可能要放下一些过去的解那些很难解的题，把这些交给 AI， 然后多在生物识色上多花点功夫。我的看法。那第三点你看我不是 David， 我能记住，我还能说，我刚才说了2点嘛，这David 徐经常说5点，然后我就下边1、2、4，然后走了，没了。我认真点认为，在 AI 时代，还是要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除了手机，除了这些线上，还是有线下的生活。这个哪怕2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喝瓶啤酒，喝个 Pepsi， 都是一个重要的人生体验。去看看四季变化，去看看展览馆，看看美术馆。我觉得这个在 AI 时代反而应该更强调，不能说，因为就我有几个就那个朋友天天就跟那个电脑搏斗，我又想起像我们小时候刚有电脑的时候，非要跟他用 Fortran 什么之类的，非要跟他弄。其实还是要把自己有时候那个电线给他拔下来。我自己的觉得，说完了。你好，2位老师好。然后我也想提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今时今日，那对于普通人啊，或者是年轻人，是否还是一个好的选择呢？估计这个女生是出版社派来的，我觉得这问题就替我问的啊，因为我这儿有
任务有4个问这个华总，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普通人在创业是一个好的选择吗？我们都是创业，所以当然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普通的人，所以就是一个好选择，对我们自己的。当然，在我们进入一个 Golden Age。这个创业的机会，所以 Golden Age 就是说，每个人有更多的放大我们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可能是当然了。为什么你应该听别的人？就是讲你怎么唯一的我想就是可是每个人有他们的阶段。是他们的能力提高的一个阶段，他们的抓住他们机会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可能是按照你们的情况，可以定现在是合适的时间来创业，合适的时间应该有资源，也应该有我应该说，我希望你可以有一个一个网络支持你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个可能是机会、资源、社会这3个事情有可以创业，有缺一个机会，你可以找不到了你个人的人性的那个更有效的模式当然了，应该等一会儿。也可以考虑一下，是哪一个情况是对你更合适了。我个人看到了，中国现在有除了没有其他的国家有更多的创业者，中国是全球国家，所以这个可能你住在一个社会也很重视我们的创业性的能力所以。我相信你的地方是对的。第二个资源，现在中国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比较低的，成本的架构很低。是，如果你失败的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可能是第二个。所以还有第3个社会就是刚刚支持你了，这个给大家都应该要考虑的。如果说下海或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就是一直我想大家有看一看，是这个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德国或是跟成熟的社会这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回答你的问题是对的。感谢出版社的安排。我接着问一个必答题，在算法和 AI 时代。普通人的就包括我们这样普通人，冒险力，如果说去创业，那冒险的空间还有没有？算法这么强 ，AI 这么普遍，普通人还有没有冒险的空间？还有没有说潜在的回报比风险相对更大的地方？回答很难，那就是这情感，我们说 emotional and creative skills， 我想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呢，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可是利用在哪一个到底呢？就是解放了你自己的创意性，解放你自己的情感性，这个应该是你的目的因为是这个就是唯一你可以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authenticity， 就是你的客户也可以明显理解你的真正的这个服务或是这个产品，你自己的情感性、你自己的创意性之内的。如果没有当然了就是一点假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想核心的工作，就是你的情感的能力，你的创意的能力在哪？所以在哪一个范围，工作的范围，就是给你一个更多的这个 energy 的核心的问题如果你有这个肯定的，
有机会。感谢啊，就是你干什么跟谁一块儿干，觉得特别有劲儿，你就多去干。我把规定动作问完啊，抱歉啊，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书咱们重新回望了40年啊，里边一些我小时候耳熟能详一些金句，比如说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说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等等，又一次回到这个拿着石头过河，那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做决策呢？特别是您是战略专家嘛，咱们做为主，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去做决策呢？您怎么看？对，这摸着石头过河，我想这个都是中国的，也就是一个策略的基本的概念。所以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我写的这本书之内的一面有什么意义啊？改革开放开始，我刚说了，跟一个政策，所以政策是定那个方向，然后怎么实施啊？80年代的时候，中国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经济的资源？很少。有些，所以把国营企业怎么把他们的重组啊，怎么把他们的修好啊，给他们的更多一些概念、一些把体制机制又修好了，这个肯定的。可是他们都政策的领导，他们都认识了，这个国营企业不够，需要别的一些企业、别的一些推动的因素啊。所以我们开始那个开放政策，就那个跨国公司进入了。为什么带过来那个技术啊？他们带过来管理的能力啊，管理的水平啊，管理的竞争的压力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 OK， 这是外放的企业，就是他们真正对我们中国的经济要提高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不一定了。所以有的是可能的，可是也还是需要我们考虑。然后我们 OK， 谁是这个？所以咱们是私民企业，所以然后你帮助私民企业要开始了。私民企业就是需要他们就是私民企业，他们都，所以他们的乡镇企业，他们都不知道怎么什么游戏规则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这个就可能说一个，不是说这游戏，可是政策。企业政策，企业，然后每一步来做有这个讨论的，这个提高这个政策的质量，也提高我们企业，就对全社会有一个好处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我想比较可观的一个流程，从政策定怎么做的，然后说 OK， 所有这个资源就是做 catch up。就是那个外放的企业给一个预定的一个水平，这是国际一流年代00年代所有的中国企业要达到这个国际一流的一个水平，这个是100%的他们的目的啊。所以然后他们呢发现那个事要出来的就是我们是全球一流的，我们定的这个水平，你要怎么做的？不是怎么做吧？我们看到别的公司，或是哪一个案例啊，是我们呢应该做的。我觉得所以进入新的阶段，就是说要互相交流，企业或是企业的创新的能力要考虑是提高技术啊，也是政策要应该有一个别的一个阶段，别的一个工具，所以很多的补贴啦，就是去做投资更多了更好了。越大越好啊！所以现在这个补贴有变化，就是考虑一下全新的能力啊，要对社会的意义啊，包括环保啊，包括那个全新的能力啊，这个都是。所以在每一步啊，我们的政策有变化。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的思想，就是这个可能是最后的这么摸头水喝了，所以是这个可能是要考虑真正的情况，考虑我们现在的情况，不是说我的政策可能不一定有变化，肯定有变化。
这个一定了。可是按照情况，按照我们的透明性，也可以理解这个变化是不是正确的。感谢。我这边规定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是反富裕，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啊，繁荣与富裕，这个就是应该一个中国了解跟比我更好的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啊。可是泡高来都来了，对啊，这是我另外一个老领导，繁荣还是富裕？我也扣一下。我记得我跟老领导30年以前，可能华总都忘了。这个我进麦肯锡的时候做 interview，就是华总当时跟我做的 interview 那个 case， 我现在今天还记得。好，所以非常感谢华总，过去30年对我和对我们大家的一个栽培，繁荣和什么和富裕，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答案可能是不一样，没有一个正确或错误的一个答案。出身卑微的人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富裕就很重要。不过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到我们这样已经人到中年的时代，可能的答案也不太一样，所以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张先生，老大，你怎么看？是国富好还是民强好？我一直把民强好，我是在富裕啊。我们对共同的一个健康性，就是因为就回到中国的一个文化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每个人的个人的一个利益的一个社会，就是一直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全中国。所以很少人要说 We Chinese。我来的时候有一个我好朋友，他的爸爸问我：“你是中国通？”是中国通有什么意义啊？因为我是有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啊，因为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说 Are you American like? Are you in line with America? 这个没有啊。是中国我们有啊，中国我们有这个说法，就是中国通的意思就是从我的理解就是你理解中国，你别是在适应中国，你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你可以接受了，他们也可以接受，有同样的看法吧，也不是说你同意所有的事情，就是可以有理解。所以我想这个富裕，这个 sustainability， 从我的个人的角度，社会的一个 characteristic， 一个特点，所以我一直要很重视这个。感谢啊，看看我们下边还有没有。华总，非常感谢您的邀请啊，这个也很高兴倒数第二个问题，见到 Henry， 见到冯老师啊，那个是这个中国经济写中国经济这个话题，应该是这个他的一个强项啊，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华总曾经是应该是12.5还是11.5，当时克强总理邀3位仅有的外国专家之一啊，这个当然这个我过去这个在麦肯锡的经历中也和华总一起服务过很多中国的企业和包括中国政府啊，我也是非常感谢就是华总这么多年对我的这个指导啊，我的一个问题是就是我是2000年进入职场啊，这个2000年代和2010年代差不多20年，觉得是全球化这个最好的一个年代啊，也是我们包括我本人啊，包括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全球化的一个红利者啊。获得者啊，就是但是从疫情开始之后，其实这个进程somehow被打断了，相当于是啊，或者说这个全球化这个不像过去那么这个受到这个很多国家这个都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您对未来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啊？这是第一部分问题。第二部分问题是正好前几天这个。这个这周吧，来到中国，这个习主席在这个 opening 这个开场致辞的时候，还提到一个词叫“修昔底里陷阱”。他说，
作为G2 来就是第一名和这个老大和老二怎么样来这个和平共处啊？这个怎么样？因为学习理陷阱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家读过。知道，就是说老二开始挑战老大的位置的时候，这个一定会有冲突，对吧？那怎么样更好的管理冲突？因为华总您作为最了解中国通嘛，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对吧？您对这个问题一定有您独到的见解，想听听您，谢谢。感谢。OK， 第一个问题，全球化Mark Twain， 这是 The definition has been overrated， 所以是这个全球化还在。就是真的，你看到贸易比 GDP 的比例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贸易啊也只是 GDP 提高了，所以贸易是这个肯定有变化之内的，当然了特别是美国的有更多的那个 nearshoring， 所以这个可是这个不对的，就是美国的经济需要一些更多的生产的，所以这个可能是不是一个坏事情了。就是GDP 的全球的增长率肯定的都是从全球化出来的。全球化的意思就是也包括贸易啊、投资、技术啊、人流都需要的，所以这个肯定没有什么alternative， 没有什么选择，就是一定来做的。怎么做的？这个变化，我想数字化对我们的贸易有影响。所以数字化的这个就是对贸易的意思，就是说大部分的我们的生产的角度可以帮到客户啊。所以看到那个投资量，所以针对中国的投资量也少一点了，特别是中国企业现在要来做投资在国外，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数字化的能力啊，搬到国外的所有他们的软件，然后他可以在国外做生产的，这是更有效的模式了。所以这个肯定是，可是全球化的意思就是还在了。所以再把第二个问题那个 G2，这个 G2 或是这个中美关系啊，我想最近就是新加坡的总统那个李显龙，他有一个方案，就是访谈的是大家问他，你觉得这个全球的管控模式是什么？是最合适，而且现在的阶段，这个全球化的阶段有比较落后的，所以是怎么管控模式是怎么样的？他回答的就是，感觉短期来说，小一 ，the world -1， 如果一个国家要离开了，就可以啊，就是不是，所以因为全球的贸易还在了，我们都是还是需要的。所以这个可能我想一个 reality， 我希望呢可以大家都认识了，如果有机会可以互相交流，我回答这个是最有效的模式了。所以这个我希望呢这个交流对更丰富的交流的机会，对弥补我们所有的这个conflict 是障碍是 tension， 这个我想弥补这个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交流，而是这个短期的这个这个 seem to go well 感谢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最后一个问题还有没有人想问？那位女生。好，谢谢华总和那个冯唐老师的分享，感觉非常受益匪浅啊。然后我的问题的话呢，因为我个人的身份的话是一个90后啊，然后也经常会跟我们这个朋友的话一起去做一些沟通分享。那大家普遍的感觉的话呢，就是红利呢一个没赶上，但是呢挑战全碰上了，对，所以的话呢。那么也是对于90后这个群体的话，如何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重塑自己的冒险精神，而不是说在时代的焦虑下，然后困在这一套，然后躺平，然后以及这个内卷之间。所以请两位老师的话回答一下，谢谢。阶段我解答的，我想你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我有2个90后的小孩做计算机科学，
一个做 biochem， 所以他们都是科学家，是我看到他们的，当然了，从就业的角度来说，我想他们的情况跟我的完全不一样了。我离开的博士硕士了，麦肯锡的，待了40多年在麦肯锡，这个肯定不是他们的未来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可能不对。他们有问我一样的问题啊，所以我告诉他们呢，就是第一个，考虑你自己的技能，对，提高技能，提高能力就是一个过程中，所以联系好了，就是唯一需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有一个比较 senior person 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是这个肯定考虑一下你的项目的团队。就是项目团队给你更多的机会联系提高你的能力就是这个事儿。然后可以做创业。我一定了，这个90后年代的是比我的就是更有创业化。现在我感觉我年轻的时候开始做创业，比老龄化也做创业好多了。给你更多的you have much more resilience。我你看到我就是一个乐观的人，就是我一直感觉就是目的就是创新，现在你有比较多的机会，我也希望我的小孩也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当然了，有一些辛苦的工作要做，一直来每个人有这个影响，你的机会更多了。感谢啊。我在华总后边说压力很大，我很快说几句啊。其实总体我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机会，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会，并不能说70后就真那么好，80后就真那么好，挨过饿呢。我估计可能90后很少挨饿了啊。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我在麦肯锡第一份工作，年薪100万人民币，当时北京房地产平均4000块钱1平米啊，这个可能跟我没关系，也是时代的关系。所以每个时代我想都有它。现在这个时代，作为90后，我能想到的啊，就逢3点说3点。我觉得第一个呢，我觉得考虑回到，特别是在现在回到过去那些不可能错的方式，就是 go to basic， 就回到那些不可能错的方式，把它再抓起来。比如说，我依旧认为读书重要，我依旧认为去一些地方重要，我依旧认为学徒重要。就像刚才张森说的，刚才劳拉说的，我有一个 mentor， 我有一个导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这3、4个导师，并不是说给我多少钱，就是我干点坏事儿，帮我擦擦屁股，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告诉我，他们理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能够帮我拉起这些信息。我觉得在现在最后一个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从做事中学，就是行路。读书行路学徒做事，除了破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外，刚才也说了学徒，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做事。其实好多事情你要从做中练，而不能总想着说我想象，你如果不实践，我觉得蛮难的。那第二点，我想说的呢，还是像华总刚才讲的，知道自己比较擅长什么，作为一个挺好的起点。其实如果那有些人就说我就想 leader， 我就想做个领导者，我就自己想开创一个企业，那就去作喽，想作喽，肯定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说我不
不见得是一个 leader， 至少我一开始我可以想做一个 follower， 我做一个 OK 喽。如果你的导师说给你机会跟着去干喽，那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创业，创业也不见得适合每个，适合什么，判断一下自己是能做 leader 的还是能做 follower， 或者说先做 follower 再做 leader， 我觉得都是自己要仔细想的。那第三，我能想到的，现在如果我是90后，我能告诫自己的就是要坚持，就是自己变得太厉害，不能说，就有句古话叫绝境极权，就你不能说我1年我就换一个工作，半年就换一个简历，说你5年换了3、4工作，不好意思，我基本上我会很担心用这个人，还是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智慧成长一点时间。管 AI 呼啸而来，你还是要能够稳住自己，多待时间。比如说第一份工作你做5年以上，自己创业稍稍遇上点失败过去，就别那么着急跳来跳去。好多人年轻人经常会问我说，那冯老师，听说你挺会跨界，我说我说跨界的起点是你先在1、2个领域做到相对的要懂这1、2个领域。你看我学医学了8年，我在曼西干了9年，那再加上中间的2年全职的商学工作，就耗了我20年，在医学，在管理学。所以大家别光看我现在跳来跳去，那之前就别光打的时候，你也要考虑考虑，就扎扎实实的在这个 AI 时代，把基本功练硬。我听着像废话，但是如果是的孩子，我会这么说的。谢谢。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对谈就到这儿。我呢非常感谢 Laura 给我这个机会。我们之后会有签书环节，然后小李来主持啊。咱们然后我去给华总去买酒啊。各位读者。